来晚的都是因为这个小亮，小亮他穿戴整齐，准备来表演，然后又说不表演，所以我使命托他。我自己这个对杨振宁先生，这五体投地哈。这个杨先生是极端的聪明，我有一个说法是，他是我见过的所有的男的里面最聪明的。这句话是有背景的，因为我见过一大堆生物的诺贝尔物理奖，说错了这句话是诺贝尔生理医学奖。我看了一下，那里面咄咄逼人的人比他差一大截智力上，然后我看过那个得奖的有些人，我觉得智商很低，比我都低一半，也能得奖，所以我对生理奖这个是相当不尊敬，但是对这个杨先生这个智力极端尊敬。万一以后一共得了，我是例外哈，这是以后。我现在说的是以前得了奖的人，生理医学奖，何况你也可能得化学奖，这样就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。然后有两个事情大家不一定都知道，杨先生是经历过人。经历过人到什么程度？我也举个例子，就是疫情中间，我跟建基也是跟他们两人吃午饭，他是已经住了3年要出院一段时间来跟我们吃饭，结果吃了3个小时，3个小时之间有将近1个半小时，我一直保持着快要睡觉的状态。中午我受不了，这个中午他从头到尾几乎是他一个人讲话。所以你说这个100岁的人对我我那个才不到60岁啊，这个我打瞌睡，他不打瞌睡，这个精力很好，所以人家才能得诺贝尔奖金，活这么大还有这么多精力。另外，杨先生的记忆力非凡，这个除了聪明之外，记忆力也很重要。这个有一次跟他这个吃饭以后，我就把刚刚这个吃饭的他讲话的内容，我就全写下来了。写下来以后，第2天我全忘掉了。但我想他怎么记得这个几10年前李政道先生跟谁有这个相互作用，有什么原因，有什么结果，他分析得很仔细。当然你可能说他对李政道的事情记得特别清楚，其他事不一定记得不清楚。但是他那个记得真是清楚，我记完了以后，我要去查那个地点人物，一个一个在网上查，全是对的。因为他要说到意大利的哪个岛，意大利哪个组织，哪个人，他全都记得很细节，所以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非常很特质。但是他对我们科学界来说有一个很大的特质，他因为是家里的老大，他其实对大家都非常照顾，所以他对于我们很多人只要有机会都照顾，包括我这种又不学物理又不是清华的。他也帮过我很多忙，他曾经让我代替他去参加这个诺贝尔奖的活动。这个一次我没去成，我那个时候美国护照换成中国护照的时候，我2个护照都没有了。那有一次我去成到印度，所以我去过一次印度，是诺贝尔奖金的待遇，所有的接待都是，整个过程就让我知道中国1970年代是怎么接待诺贝尔奖金的，就说实际上是。对这个获奖者来说是毫无趣味，对当地来说是不知道多高的待遇，可以见谁，可以吃什么东西，然后所有印度人就躲在后面等你们吃完了，他就马上出来，就把这剩余的吃掉。所以见识了这一次以后，我就觉得一公再得了奖，他叫我去干什么，我也不去了。这个其实没啥趣味，到这个穷国家，这个就当诺贝尔奖金是没有趣味的一个事情，还不如跟大家坐在一起，这个更有趣味。所以我要从旁边讲几个事情，我这个不是学这个，然后物理也不懂，但是这个汤超他们经常还笑话我，说我物理不懂，我得说清楚一个，我高考成绩的物理成绩足够上科大，我的语文和政治成绩不够。所以我想我们很多人，特别是我那一代的人做科学，肯定都是因为杨振宁、李政道先生得诺贝尔奖金对我们的影响很大。我们最后大部分人是得不了，特别是物理的诺贝尔奖金，文学和生物的这也许有可能，这个化学可能都有危险。但是呢，对我们国家来说，长期我觉得是很有意义。我们有这么多人投身科学，如果我们这个缺乏整个这么多人投身科学，可能对我们整个国家发展还是有影响的。
这个有一批好的人投身科学，还有一批人真的还能得诺贝尔奖金，让我们的国家的发展，让我们的整个人体的素质，我觉得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提高。所以我想，知识分子愿意承担这个片子和办一些活动，也是要把科学作为一个全民的文化，让我们不断的提高我们的素质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也是用科学的文化，让我们得到最大的这个愉悦。谢谢大家。